美国总统拜登周四新冠检测呈阳性，目前正遵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在白宫接受隔离。白宫日前公布了拜登带病工作的视频和图片，强调他病情稳定。美国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和白宫医生也相继作出声明，强调拜登目前症状轻微，并且在持续好转中。据报道，拜登将在白宫隔离到26日，若其届时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便可在次日恢复正常活动。由于拜登已经79岁，在被确诊新冠肺炎后，他的健康问题很快成为美国乃至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在确诊后的第2天，拜登在白宫举行视频会议，与经济团队讨论油价问题。随后，拜登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会议的部分画面。视频显示，感染新冠病毒的拜登声音有些沙哑，咳嗽后伸手去拿桌子上的止咳药。当记者问及感觉如何时，拜登面露微笑，还竖起大拇指。白宫同一天也发布了一段视频和4张照片。视频中的拜登宽慰美国人，强调自己情况很好。I'm doing well. I'm getting a lot of work done. Going to continue to get it done. And in the meantime, thanks for your concern and keep the faith. It's going to be okay. 在白宫发布的照片中展示的则是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工作的状态，包括他身着西装伏案工作，在文件上签字，还有他在办公室打电话的照片，以及出席视频会议的照片。值得注意的是，在白宫公布的照片中有一张美国汽油价格下跌的走势图。拜登在推特中对这张图作出解释，汽油价格正在以10多年来所见过的最快速度之一下降。拜登政府不会放弃进一步降低成本的工作。换个角度来讲，为什么它能够以10多年未见的速度下降呢？正是因为它以10多年未见的速度上升了。所以拜登政府在这个时候去做这样的事情，显然我觉得不仅仅不可能帮助他去获得某种支持，而且反而会有可能在民众中引发某种反弹的效应。民众会认为他在为此推卸责任。而且没有做出有效的努力，所以说从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来讲，我觉得拜登政府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当前美国国内民生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美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拜登和白宫的这一波操作也显示出美国最近面临的诸多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正遭遇历史性高通胀时刻，美国通胀迈向9时代。根据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 9.1%， 环比上涨 1.3%， 刷新40年来最高纪录，远超市场预期的 8.8%。 剔除了食品和能源消费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5.9%， 同样高于市场预期值 5.7%。 3月至6月，美国 CPI 均在 8% 以上波动，同时核心 CPI 同比连续6个月在 6% 以上。为了遏制通胀，自3月以来，美联储以3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1.5% 至 1.75% 之间。在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是自1994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单次加息。但美联储加息效果目前仍不明显，美国通胀依然高烧不退。对于未来，有专家悲观地表示，美国核心通胀率暂时不会见顶，并可能在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内顽固地维持在高位。随着通胀破9，美联储将再次激进加息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美联储定于26日至27日召开新的货币政策会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曾表示，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美联储或将决定继续加息50个基点或75个基点。但以目前形势看，不少市场人士对加息幅度的预期甚至已经超过75个基点。有分析认为，美国通胀屡创新高，几乎肯定会导致美联储继续推行激进加息政策，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面对美国经济的疲态，美联储激进加息势必会加大美国经济在年底前硬着陆，股市和债市进一步动荡的风险。那么从目前来看呢，美联储进行这样一种激进的加息啊，我觉得首先体现了美国相关部门，尤其是美联储它政策工具的一种匮乏。所以尽管现在美国相关部门试图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胀，但是呢，它却忽视了另一面，就是这样一种加息会带来一个巨大的负面效果，就是会加快美国经济衰退的步伐，从而导致美国经济的硬着陆。那么这种硬着陆对美国经济还有美国整个社会长远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